這是我的盆栽水蜜桃，一個小小的盆就可以結這麼多。我的黃桃，一個枝條也可以結這麼多，都是用的小盆，省空間又豐產哦。今天帶着大家來系統的學習一下，怎麼打造出這樣的矮小又豐產的盆栽桃樹。另外給大家講講哪些樹型適合用於盆栽桃樹，還有怎麼讓它豐產。我呢，給大家總結一下我一直在用的3種不同的盆栽桃樹的樹型。第一種盆栽桃树的树型呢，就是傳統的树型，多插多頂。一般建議大家在秋天到開春之前完成桃树的定植，在第2年它萌芽之前，先根据你的桃树杆子的長短進行定杆。一般在40到50厘米左右，我們可以對盆栽的桃树进行短結。短結以後，在短結的位置下面就会出很多的芽出来。我們春天的時候選擇3個左右不同方向的健壯的芽进行保留，然後讓它慢慢的長長，長到10厘米左右，就可以進行第一次打頂。打頂以後，它的邊緣還有下面又會出很多的新的分支出来，這個枝條也會慢慢的往前生長，下面呢又會出很多的新的分支出来，上面也會出很多新的枝条。對於背上的還有非常健壯的枝條，对它及時的進行疏除。好的結果枝應該是中庸的枝條，如果過多的營養枝反而會去搶佔太多的營養。另外一種呢，就是一邊倒的樹型。一邊倒的樹型呢，其實相对於上面的樹型來說，它相对的比較省空間，但是呢，餐位面積的產量相对会小一樣的，在40-50厘米的時候，我們對它進行短結，然後保留一個芽，然後這個芽慢慢的長長長粗，後面呢具有支撐力，下面的有足夠多的好的中庸枝。我們呢要让这個枝條呢相對的比較粗壯，然後是這樣的向下的，等到它半木質化的時候，可以用重物給它懸掛一下，讓它沿着你想要的方向進行橫向生長。第3種樹型呢，就是橫拉的樹型。橫拉的樹型呢，是一邊倒的這種樹型的補充，也就是多了一個芽。操作方式也是一樣的。不管是哪一種樹型，想讓它最後矮小又豐產，都離不開合理的水肥還有盆土的管理。先給大家講講盆土。小苗的時候，我建議大家先用一個小一點的盆去種植，一般1到2加侖就足夠了，然後用相對疏鬆透氣的土。在給肥的時候要特別的注意，只要它苗生長是正常的，不要去給太多的高氮肥。給了太多的高氮肥，有可能就会造成它的枝条增長的失控，会长得很長，結果位之間很短，後期就很難打造出這樣的矮小又豐產的樹型。一般建議大家只要去給少量的均衡肥就行了，讓桃樹自己去選擇，肥料頻率也不用太高，一般1個月左右給一次就足夠了。如果它的枝條相對比較細弱，可以去追施一些高鉀肥。什麼是高鉀肥？就是氮、磷、鉀、鉀含量比較高的肥料。當然呢，在7月以後，我們可以每隔1個月去追施一些高磷肥，保證土壤裡面有足夠多的磷元素，這樣它的花芽就會形成的好。如果是豐產的樹型，第2年就可以結果哦。你看我的這個就是種植了1年以後結的果子。當然，想讓矮小的樹型還有花芽好，我們對它的根系也要定期做一定的處理。一般建議大家每隔2個月左右，對它的根進行一定的環切，切掉1/3左右，這樣第一可以限制它的生長，第2也可以刺激它的花芽的產生，讓花芽形成的更好，明年結果結得更多。等到长到年底的时候，再去換到3到5加侖的盆就行了。苗比較大了，那土壤就不需要過於疏鬆透氣的，我們只需要用田園土加上一定的顆粒去種植就行了。通過上面的這些管理還有養護，自然來年就可以結很多的果子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了，我們下次再見。